接下来测的是 R1560的刹车，配的是直径320双碟的刹车盘。增加刹车盘的直径是可以在原来卡钳制动力不变的情况下，增加车辆的制动效果的。它的后刹车盘呢也达到了260，这样的组合有没有效果呢？最终杀出了 14.3 米的成绩。末段呢能提供比较强的制动力，而且 ABS 的匹配呢也比较稳定。介入的过早或者介入的过晚都会影响它的成绩的。这台介入的时机呢就比较适中，而且介入的力度呢也不会感觉到很大。介入的力度过大呢，会有一种现象 ，ABS 触发的时候你怎么捏都捏不下去，刹车手把呢会一直顶着手，刹车的力度呢全由 ABS 控制，给人的信心呢不是很足。这台刹车的手感呢也是偏柔和，前1/3呢制动力给的比较少，到中段制动力才来，末段呢制动力是比较强的。接下来测试的是油耗，而且测的是油耗的下限，胎压呢都是为标准胎压。一台车的下限油耗呢，低到一定程度是低不下去的，无论谁开都是一样。所以测下限的油耗就是尽可能抛除人为的误差。跑了 108.2 公里，基本上都是以6档55到60的速度巡航，平均速度呢是51公里。仪表显示平均油耗 2.9 升，到底准不准呢？待会就知道了。最终呢108公里加了 3.77 升它就满了，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 3.5 升。而仪表显示的是 2.9， 这个误差率比较大哦。导致油耗一直下不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？齿比，它的齿比过于密了。即使是6档匀速巡航，它的转速都要比很多450或者500排量的车型要来得高。设置齿比密的好处呢，就是加速体感比较好。但是呢，实测出来的数据呢又比较一般。那么原因只有一个了，就是工程师把这台发动机调柔和了。为了从体感上弥补它的动力，所以把齿比调大了，加速体感就来了。可能是复古街车的原因吧，所以发动机调教呢没有那么激进。整车的设定呢都是以平顺舒适为主，包括刹车的手感也是。这台车的车把比较高，在车辆左右压把的时候会起到一个杠杆的作用，会感觉到车身响应比较轻巧。这台车呢都要比其他450或者500排量的复古街车要大上半号，排量、轮胎的规格、重量也更加重，推起来呢也是如此。但是呢骑起来的轻巧度呢差不多。前减震的压缩回弹都可调，调的范围呢在 20% 左右。后减震呢预载阻尼都可以调。减震方面呢还是有一定的可玩性。原厂出厂的设定呢是有点偏运动性能的。前减震呢有一定的支撑性，过一些大的坑呢不会马上触底。后减震呢偏舒适性会更加多一些。挂档的质感呢比某些国产一线品牌的都要好。它的行程比较短清晰，而且带有点阻尼感。总结一下这台车吧，动力呢并不算暴躁，车的风格有点英伦风，体格呢都要比竞品来的大一点，骑起来呢比较轻快舒适，日常骑行偶尔跑跑山还是可以的。激励驾驶呢它的极限也不高。最后呢单独说发动机，震动方面呢比很多国产自主的450、500或者550甚至650的震动要小，但是呢动力性能又有点偏弱，所以我很想看在仿赛 RC600 车型上面工程师把它调成什么样，把动力调猛了之后，它的震动还能维持怎么样的水平呢？油耗的下限呢 3.5 升，稍微有点偏高。如果把这台发动机的动力调得猛一些，齿比调成2档破百，加速 4.3 秒左右，极速 GPS 超过180，在增加动力的同时，优化传动，油耗呢也能减少，这样呢车辆的竞争力也会更加强。增加发动机的动力呢，震动呢会有所增加，发动机的亮度也会有所降低。如果这台发动机的设计极限和硬件够强大的话，增加一点动力呢完全是可以吃得下的。测这台发动机呢也就相当于给即将上市的 RC600 做一个初步的了解，先提前收集好它的数据。